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全面的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現在呢，我們按照這個聽力、閱讀和書寫3個部分進行講解。那現在呢，我們進行的是聽力部分。那我們在听力的第一部分已經向大家介紹了，在做听力的時候，我們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說例如聽不懂，或者記不住，或者是聽懂了、記住了，但是做不對這樣的問題。那我們說過了一些常見的原因，比如說詞彙量並不是很夠，所以5000個詞你一定要學會。我們在前邊呢已經向大家介紹了學習詞彙的方法，請大家一定要認真的學習。那另外就是不會概括，因為我們在 HSK 6級裡邊聽到的這個內容特別是聽力第2部分和第3部分，篇幅會比較長。那聽完了以後，你有沒有把全部的內容都記住？但是其實並不是要求你每一句話都记住，而是應該记住最主要的意思、最重要的信息。那这就要看你會不會概括了，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題。那另外就是說呢，要了解中式思維。如果你不了解中國人是怎麼想問題、怎麼寫文章的，那有可能有一些題目你就很難去做對。那我們現在常用的方法，第一當然是增加詞彙量。那你的詞一定要學得非常好，而且在學習詞的時候呢，不僅僅是要每個詞都認識，而且能夠在閱讀的時候能夠讀得比較快我們中國呢有一個成語叫做一目十行說明用來比喻讀得特別快。那一呢就是1、2、3、4的一，目就是眼睛，十就是數字的十，然後呢行呢就是1行、2行、3行、4行。那一目十行就是我看一下子我可以看10行，那這個就是說明讀得非常快。但是我們在考試的時候，当然也作為一個外國學生來說呢，我們也不要求大家要讀一次一看能夠讀10行，但是你的速度一定要很快，在閱讀的時候你能夠看到詞馬上反映出來什麼意思，然後可以很快的把它看完，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所以大家在準備 HSK 6級考試的時候，不僅僅是一個詞一個詞一個詞的去背，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能夠把這些所有的詞放在一起，能夠快速的去閱讀它，這個是需要大量的訓練的希望大家在課下呢多做練習，多做準備。那另外就是要學會概括。那我們在每個具體的題目當中都會告訴大家怎麼去概括這篇文章的大概意思，作者是怎麼去寫文章的，他的思路和結構是怎麼樣的。那這個呢，跟着我們一起來學習你就能夠掌握了。那另外就是要了解中式思維，那這就要求你平時多去閱讀一些中國人寫的文章，包括 HSK 6級練習裡的一些文章多去讀一讀，多去看一看，多去熟悉一下他們是怎麼寫文章的，他們是怎麼想問題的如果你習慣了，那做題的时候就會更容易想出答案來。那另外就是要學習做題的方法雖然 HSK 6級非常難，但是實際上呢，我們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學習的。那這些方法呢，可以幫助你更快的做題也可以幫助你提高這個做題的準確率。這個是我們在這個 HSK 6級輔導課程當中會幫助大家完成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能夠認真的跟着我們一起來學習。我們現在呢正在進行的是聽力的第2部分，那這個可以說是聽力的3個部分裡面最難的一個部分，就是這個第2部分了。為什麼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首先呢，它一共是有15個題一共有15個題是選擇題 ，A、B、C、D 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那我們會聽到什麼呢？會聽到3段採訪是記者去採訪一個人，
這個是採訪。那採訪的時候呢，這個記者可能會問這個人4個問題、5個問題、6個問題等等4個到6個問題。那你聽完了一段採訪之後，後邊會有5個問題。那聽完了採訪之後，會一個問題就出來了。那你要聽了問題之後來選擇 A、B、C、D。那麼這個問題在哪裡呢？難在哪裡呢？首先就是700字左右的文章它是非常長的一篇文章。我們說過了，有4到6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既然是採訪，那我問你問題的時候你一定會說很多話說非常多。那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個文章你需要聽4分鐘左右你一直聽听4分鐘左右。那它的這個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問了你5個問題，你能不能從4分鐘的对话裡邊找出來哪些內容是可以回答這個5個問題的？這個是最難的一個方面。那另外一個方面是什麼呢？它已經是 HSK 6級考試了，所以在讀文章的時候語速非常快，說話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就可能會比老師現在的速度還要快一點兒。所以這個速度你是不是已經習慣了呢？這個也是非常難的一個問題。有很多同學說，如果慢慢的說，我應該沒有問題，但是他們說的太快了，我根本就跟不上。這個也將會成為 HSK 6級考試裡邊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去做練習，慢慢的讓自己的耳朵習慣非常快的語速，而且你要學會去記住每段採訪裡邊的重要內容，而且你要注意去很快的去閱讀這5個問題，然後讀得非常快的話呢，你當然做題也會做得非常快。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聽力考試裡邊，它要求你能夠很快的聽懂。那第二是要求你能夠很快的看完而且還要求你在短的時間之內一定要記住重要的信息。所以這3個方面的要求真的是缺一不可少一個就不行了，那做題就會做得不是那麼好。所以呢，這個題目可以說是我們整個聽力考試裡邊最難的一部分，因為它是最長的一部分。所以呢，在這裡要提醒大家這個部分的練習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多多做練習。那同時也要記得跟老師一起認真的去學習這一課的內容。那我們在這裡有一個紅色的字，很大的字，表示的是13秒左右，這個是答題時間，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會兒我們來一起看一下為什麼這個時間重要，請大家先記住。那我們現在呢，先要介紹一下記者去採訪一個人。那一般來說，記者會採訪什麼樣的人呢？那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一個記者，你想去採訪一個人，你會去採訪誰？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一般來說呢，我們的常識裡邊，如果記者要去採訪一個人，那這個人一定是值得採訪的。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在某一個方面很成功的人，或者說在某一個方面很有特點的一個人，他跟別人不一樣，他很特別所以在我們的 HSK 6級聽力考試第2部分裡邊，這個採訪往往都是採訪了一些什麼樣的人呢？我們來看一下，比如說作家，他是寫文章、寫小說的人。那藝術家，比如說像畫家，畫畫的人，像插畫師，畫插畫的人，像攝影家等等。那另外就是創業者創業者就是他自己開了一家公司。那特別是我們現在呢是互聯網時代，所以呢很多人他都會自己開一個跟互聯網有關係的公司那這樣的創業者也是非常多的。另外政府官員他在政府裡邊工作，他可能會有一些記者會去採訪他，問問他
那最近我們的這個政策是怎麼樣的？我們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政策？我們要怎麼解決問題？等等。那還有比如說公司領導問一下怎麼去管理一家公司你的公司是什麼時候成立的？等等。那另外就是運動員在中國呢有很多有名的運動員，比如說打網球的人裡邊，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網球運動員叫李娜，她是中國非常有名的女運動員是一個女人，打網球打得非常棒，獲得過非常多的世界的大獎。那這個人我们可能就會去採訪他當然奧林匹克運動會裡邊所有不同的項目的這個怎麼說，運動員都有可能被採訪到，只要你可能拿到了一些獎，或者是比較成功，都有可能被採訪。像中國的話，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然後打網球，然後現在籃球等等都有可能被採訪。這是運動員。那我們為什麼要向大家介紹有可能會採訪這樣的人物？那這些人都是我們在 HSK 6級聽力考試第2部分裡邊以前的考試裡邊出現過的人物。那我們為什麼老師在這裡要向大家介紹呢？我希望大家能夠熟悉這些人物的情況。那為什麼要熟悉他們呢？你去了解一下你去看一看，做一做HSK 6級聽力的第2部分的这個題目。你做完了以後呢，你要去分析，你要去想一想，如果一個記者要去採訪一位作家，他會問這個作家什麼樣的問題就是所謂的這個採訪的思路和結構，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們在這裡寫到了採訪思路和結構就是大家要去在心裡有一個準備，就是如果我要採訪這樣的一個人，我會問什麼樣的問題那你在聽這個採訪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個心理準備，你就不會覺得這個內容特別陌生了比如說運動員，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運動員，如果你要問一個運動員問題，你要問他什麼問題呢？比如說你會問他，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練習這個運動的就是你是怎麼開始的你是怎麼走上這條道路的比如說他小的時候誰發現了他呀，或者他的爸爸怎麼樣，媽媽怎麼樣，就是一定是有一個開始，有一個原因，對嗎？一個運動員往往是這樣的，怎麼開始的？那另外我們可能也會問運動員，你最成功的一次，還有就是你最失敗的一次你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有沒有遇到過特別大的困難？那是誰對你的幫助最大？等等，我們會問運動員這樣的問題。那我們有可能也會問他，那有一些運動呢，它是一個年齡青春的運動，就是你只能在年輕的時候進行，那年齡大一些之後可能就不能做了。那你不能做這個運動，不能參加比賽之後，你打算做什麼？就是退役的問題就跟那個工作的人退休一樣，那運動員也可能會存在退役的問題。那退役以後你打算做什麼？你想去做教練嗎？還是你打算開一個運動的學校呢？還是說你打算去學習去大學裡面學習？還是說你打算去換一個工作等等？那關於運動員，如果記者去採訪他，一般來說可能都會問到這樣的一些問題。如果你對這樣的一些問題熟悉了，你在聽的時候就會覺得沒有那麼難，因為你的心裡已經有所準備了。這個對大家來說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準備工作。我要考 HSK 6級了，我覺得聽力的第2部分非常難，那我怎麼去準備呢？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這樣不同的身份的人，記者會問他什麼問題。你也可以你有2個方法。第一個是假設你是一位記者，你覺得你會問什麼問題？那第2個方法就是你去看一看HSK 6級考試以前的考試題
他們是怎麼問問題的？他們問了什麼樣的問題？如果你熟悉了，你就會覺得這樣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難了。那我們在後邊呢，會按照這個不同的身份，會稍微給大家做一些介紹但是更多的工作当然還是需要靠大家自己去完成。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你來了解一下記者會採訪什麼樣的人，你去準備一下，如果採訪這樣的人會問到什麼樣的問題。我們在後邊會有一些詳細的介紹，希望大家到時候認真的去聽。那另外涉及的行業有創業，有文學藝術，有科技，有就業，有自然科學，有旅游等等，它包含了各行各業的內容。那麼在這裡就要提醒大家，你要去有一些常用的相關詞彙，你要去了解一下。比如說，如果談到了文学藝術，如果我採訪了一位作家，那麼我一定會問他關於創作方面的詞彙，比如說你的創作靈感是怎麼來的，你的創作源泉是怎麼來的那如果你对靈感和源泉這兩個詞彙都不熟悉、不了解的話，那這個題你可能就會做得沒有那麼好。因為如果我要去採訪一個藝術家，我一定會問這樣的問題：你的靈感是從哪兒來的那麼如果我問一個藝術家，我還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就是藝術和商業怎麼平衡的問題就是你是一個藝術家，你要去創造藝術，但是你也得生活，你也得賺錢。那一般來說，藝術家都是沒有很多錢的，所以你怎麼去平衡這件事情？如果有人給你很多錢，讓你去做一個不太好的藝術，讓你去創作不太好的藝術，你會不會同意呢？那如果記者去問藝術家，就有可能會問這樣的問題：藝術和商業的平衡。那如果你不了解這樣的詞彙，你可能在聽的時候就很難聽懂了。所以在這裡也要提醒大家，相關的這個不同的行業，還是應該稍微了解一些、學習一些相關的詞彙的這個還是比較重要的。但是在這裡呢，大家也不要特別擔心因為實際上在真正考試的時候呢，你一定會有一個部分是聽不懂的，有一些詞，甚至有一些句子你是听不懂的，比如说有大量的成語或者專業詞彙你會聽不懂。但是呢，我們通過研究發現呢聽不懂的部分往往都是不重要的部分，它跟解決這個題目是沒有關係的就是你雖然可能有一個部分沒有聽懂，但是做題還是可以做。所以呢，大家只要認真的去聽，去記住你聽懂的部分，其實就已經夠了如果你已經掌握了 HSK 6級的5000個詞彙，那你在做這個聽力的時候，你認真去聽去記你能夠聽懂的部分，其實做這個5個題是沒有問題的。所以在這裡也要提醒大家，不要特別擔心有很多同學說，那這個題目我要不要就放棄了呢？其實不用放棄一定是你能夠聽懂的部分就能夠給你答案。這一點呢，我在這裡也要提醒大家。所以關於這個詞彙的問題，你當然應該盡量的去做一些準備，文學方面的、科學技術方面的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在做題的时候，有的部分听不懂了，你也没有必要那麼緊張，因為聽不懂的部分一般來說跟題是沒有關係的，只要你能夠記住聽懂的部分就夠了。可能大家還不太相信，那後邊呢我們有練習，我們一起看一下就會知道了。那這是我們對這個題目的一個基本的一個介紹。那這個介紹也是對大家很重要的告訴大家應該怎麼去做一些最基礎的一些準備。那在這裡我們提到了一個13秒左右，這個時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
700字的700字左右的文章啊，采訪对話，那會讀4分鐘的時間。讀完了以後，他開始讀5個問題，比如說第21題問題，然後問題完了以後，會有13秒的時間，你可以去選擇答案，回答問題。那這個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考過 HSK 4級、3級的考試的啊，你一定還記得，在做聽力的時候呢，他會給你一個例子，所以你可以用這個例子的時間呢去看 ABCD。但是啊，在我們的 HSK 6級裡邊，我們的運氣呢就稍微差了那麼一點點，我們沒有很多時間去看 ABCD 了啊。那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啊，因為我們在做 HSK 3級、4級、5級的時候都發現了，如果我能夠提前看一下這個 ABCD 是什麼，我在聽的時候我就會很有把握，我就會很有目標，我可以聽得很快。但是呢，在 HSK 6級裡邊，很可惜沒有這樣的時間，有2個原因：第一，沒有例子了啊；第二就是你看。這個題目一下子有5個題，有5個題，你如果都想看完的話，你可能會需要1分鐘的時間，但是實際上你只有10幾秒的時間啊。比如說，我們在這裡看一下哈，我們在這裡看到這裡，聽力的第一部分呢，它一共有15個題，對不對？那這15個題，第15個題完了以後呢，有13秒的時間，你可以去選擇答案啊。那另外，在從第15題到16題這個中間呢，會有大概5秒鐘的時間啊，非常短，5秒鐘的時間就會進入第16題了。那麼13秒加5秒，一共是18秒的時間。我們假設同學們可以很快的利用5秒的時间把第15題做完。那你還有10秒的時間去看從16到20題，你只有10秒的时间去看這個題目，然後就會開始對話了。所以呢，在這裡你的時間是非常非常緊張的，你可能沒有很多的時間去把所有的題目都看一下。所以大家一個方面就是你當然在做第15題的時候，你應該抓緊時間，越快越好，把15題趕緊做完，然後你趕緊點一下16到20，趕緊來看16到20這些題目。那這個一般來說是你要抓緊時間，提前看選項。真的，如果你提前看，在聽的時候，你会更容易抓到你要的信息，你会更容易把這些題目都做出來。因為如果你提前看了，你就會知道你應該記住什麼樣的內容，那這個就解決了你的所有的問題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很多同學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那麼如果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看這個所有的 ABCD，5個題目我看不了，那我利用這個10秒的時間，我應該優先看什麼？那優先應該看什麼呢？應該看第19和20題，就是因為一共有5個題，你可以試一試先看這2個題目。為什麼？因為根據我們的經驗，這個題或者這個題一般來說會問你的問題是關於男的或者關於女的可以知道什麼？關於男的下列哪項正確？那這樣的題目呢，它的答案往往是在全文裡邊每一個部分都有可能出現，可能在第一句，可能在中間，也可能在最後。那如果你沒有記住一些非常細小的東西的話，這個題目你往往都不記得你聽到什麼，你是很難去選擇的。所以呢，我在這裡建議大家，如果你真的有時間去看這個題目的話，你先看一看最後2個題目裡邊看 ABCD， 猜一下這個是不是
關於男的下列哪项正確這樣的題目。我相信 HSK 6級的同學呢，現在對這樣的題目看到 A、B、C、D 應該能夠猜出來。好，這是一個。那另外一個，如果在5個題目當中有一個是有數字的，比如說30、50、20，有這樣的數字，你也一定要認真的注意一下。哎呀，有數字，那說明在這個文章當中有一些數字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就要去記住這个数字代表什麼。如果沒有數字，當然就沒有關係；如果有，你就一定要注意。所以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裡邊，如果你一定要去看 A、B、C、D 的話，你應該看什麼？第一，就是最後的2個題目要看一下，因為有可能有一個題目問的是下列哪項正確。你如果能夠看 A、B、C、D 的話，你在聽的過程當中，只要聽到正確答案，馬上就可以去選擇。那第二就是要注意一下，在這裡邊有沒有數字，關於時間，關於年齡關於所有的數字。如果有一個數字題，你就要注意，告訴自己，聽的時候要注意有什麼樣的數字出現。所以這2個是你要優先看的一個問題。你只有10秒鐘的時間，你要提前，你要優先去看一看有沒有數字。最後2個題是不是這種下列哪項正確的這類題目？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如果我的10秒已經用完了，採訪已經開始了，我要開始聽了，那我是不是什麼都不看，只要認真聽就可以了呢？也不是有很多同學呢，在記憶的方面會有一點點問題，就是聽了都聽懂了，但是很難把它們都記住，而且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應該記住什麼。那這個時候呢，建議大家訓練一下，就自己練習一下，一邊看一邊聽，而且你應該從第1個開始聽，開始看，一邊看一邊聽，一邊看一邊聽，按照順序從上往下，一邊聽一邊看，一邊看一邊聽，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後邊呢會告訴大家為什麼。所以在這個 PPT 這一頁裡邊，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抓緊時間提前看選項。看哪個選項呢？看第4個、第5個，還有就是看有沒有數字。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要注意。那第二就是說，在我們聽力的時候，可以一邊看一邊聽這個有的時候呀，有的同學說，老師我做不到，我沒有辦法一邊看一邊聽，這個太難了，我不能集中。那如果你怎麼說，你有這個問題，那你應該要先練習一下。你通過大量的練習，習慣一邊看一邊聽。那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做到一邊看一邊聽，那你就只能先認真的聽，然後認真的去記住重要的信息，然後我們再來一個一個的去回答問題，這個也是可以的。好，那在這裡呢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方法就是這2個了。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那就是通過開場白來確定主題。什麼意思呢？就是記者如果要去採訪一個人，他首先會來問一個問題。那這個第1個問題，往往我們叫它開場白，或者是說呢，如果一個主持人或者是一個記者在最開始的時候會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那這個介紹就叫做開場白。比如說最開始的時候，老師說，大家好，我是楊老師，這裡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那這個部分的話就叫做開場白，就是開場的時候說的話叫做開場白。那麼開場白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可以告訴我們採訪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在採訪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那如果你了解到了他是什麼樣的人，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那是不是心裡邊就有所準備了呢？我可能会听到什麼樣的詞彙，我可能會聽到什麼樣的問題，什麼樣的信息我應該記住。那這個開場白就可以給你很多信息了。所以在這裡要提醒大家，千萬不要覺得第一句不重要，第一句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做 HSK 6级听力第2部分的時候，問題裡邊一般不會問你他是誰，他叫什麼名字，他做的是什麼行業，但是呢，有可能會問到，比如說，他被稱為什麼，或者是說關於他下列哪一個正確啊，或者是說呢，就是有一些跟這個有關係的一些信息會在第一段裡面出現，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就是即使5個問題裡邊沒有問到這個人叫什麼名字，這個人是做什麼的，但是如果你了解了這個人叫什麼名字，特別是這個人是做什麼的，對於理解後邊的內容就會很有幫助啊。他是個運動員啊，那有可能會問他什麼時候開始的，為什麼開始這個運動？他有可能會問這個運動員在什麼時候最成功，有沒有遇到過困難等等。那你聽懂了第一部分之後，你明白了這個人是做什麼的之後，那很快你就心裡面已經有所準備了，那聽後面的內容就會變得稍微容易一點。好，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首先第一個，作為從業多年的建築師，您最滿意自己的哪部作品？這是一個採訪裡邊的記者的第一句，他問的是你是一個建築師，你對自己的作品你是哪一部你是最滿意的呢？那麼這個開場白可以告訴你2個信息。第一個信息是這個人是一個建築師建築師他的身份你明白了，你就開始想如果我要去採訪一個建築師，我會問什麼問題呢？你去想一想。那第二就是從業多年。假如第5題我問你關於這個建築師下列哪項正確？ A 工作了很多年， B、C、D。 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問題，你要選擇什麼？當然要選擇 A， 因為在這裡已經有了從業多年那這個你看，雖然它這個句子很簡單，但是其實已經給了你信息了，有可能就會是答案，所以其實還是很重要的。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題目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開場白可以給你的信息，所以呢你要注意一下。那我們再來看第2個，一提起南極，除了滿天冰雪和笨拙可愛的企鵝之外，其實南極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都是非常陌生的。作為此次南極科考的親歷者，能不能用最簡單的話說一下您眼中的南極是怎樣的？好，那麼這樣的比較長的一段話裡邊，其實你也獲得了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被採訪的人他去過南極，他去南極做了科學考察，他現在非常了解南極那麼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去想，我是一個記者，我要採訪一個去過南極做科學考察的人，我要問他什麼問題呢？那後邊的所有的問題都是跟南極有關係的，對不對？那跟南極有關係的詞有哪一些呢？比如說这個雪呀、
企鵝呀、極光啊等等，非常冷啊，非常寒冷啊等等。那这樣的信息，這樣的是我需要知道的，是我需要學習或者說需要準備的一些詞彙。那麼我了解了這個人的身份之後，聽後面的內容可能就會變得容易一點了這是我們的這個南極科考的親歷者。當然了，也有可能大家在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並不能聽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因為它這個詞彙的還是稍微有一點點難的我相信大家看的話應該能夠看懂，但是聽的話就不一定能夠聽明白。但是這一長段話裡邊告訴了我們，他們是在討論南極的話題。那這個對你其實本身也是很有用的。南極，地球是圓的，地球的最南邊叫做南極，地球的最北邊叫做北極。那南極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它有什麼樣的特點呢？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有沒有什麼有意思的事情呢？一定是記者感興趣的話題，所以我們就做好準備去聽那樣的內容就可以了。這是我們的第二個。那我們看第三個，我發現您幾乎涉足過所有的戲劇形式。去年您還演出歌劇《蝙蝠》，客串過梨園戲《董生與李氏》，但所有您演過的劇目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是喜劇。喜劇對您最大的吸引力在哪裡？好，那這麼長的一段話，同學們可能會覺得在聽的時候有一部分也是沒有聽懂的，但是你能夠聽懂戲劇、喜劇就可以了。像蝙蝠董生与吕氏歌剧梨園戲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呢，你能夠明白這個人應該是一個演員，是一個戲劇演員。他不是電影演員，也不是電視劇的演員，而是戲劇演員大家要注意一下，戲劇它還是有一點不一樣的，哪裡不一樣？你自己去查一下那我聽完了這段話之後，我就知道被採訪的人是一個演員，他是一個戲劇演員。那我問戲劇演員會問什麼問題呢？自己想一想。那在這裡的問題是，喜劇對您最大的吸引力在哪裡？那這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這個開場白給我們的信息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有人問如果這個第5題或者第4題問你關於被採訪者下列哪一個正確？那如果我說這個演員呢，他這個演過非常多的戲劇形式，那這個句子對不對？應該是對的，對吧？所以就在這裡面你可以獲得這樣的信息。好，那最後一個是您是如何走上射擊這條道路的？那這個剛才老師其實已經向大家介紹過了這個句子，對不對？如何走上這條道路的？那在採訪一個運動員的時候，當然我們一般來說都會問他，你是怎麼開始的？你的開始的原因和契機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就開始了呢？一般來說大家都會比較關心這個問題。所以在這裡我們通過第一句了解到了這個人是一個射擊運動員。射擊這個詞同學們了解嗎？就是開槍打，這是一個比賽，看誰能夠打到最中間，打得最多的人就贏了。那這個現在應該還算是一個比較流行的一個比賽項目。那這個是一個射擊運動員。所以記者問他，您是怎麼走上這條道路的？就是你怎麼開始的那我們通過這句話了解到了本篇文章這個採訪，他一定是採訪一個射擊運動員。然後後邊我們就會覺得我知道他會問什麼問題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開場白的部分啊。雖然這個開場白有的時候不會問問題，但是這個開場白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在做 HSK 6級準備的時候，能夠多去了解和看一看這個不同行業的人的特點，那麼當你在真正做題的時候，你聽到了開場白，就會覺得我知道他會問什麼問題，然後你在聽的時候，你就更容易去抓住主要的信息，當然做題的時候就更容易做对了。好，這是我們的一些一般的方法和最基本的介紹。那在這裡呢，雖然我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去做介紹，但是其實呢，這個介紹對於大家來說應該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你了解了這個題目的特點，那在做題的時候，你就會沒有那麼恐懼它，沒有那麼害怕它你就會覺得這個題目沒有那麼難了。好，那現在呢，我們要先休息一下那關於這個聽力第2部分呢，我們還有一些特別基本的方法，我們下一節課一起來看一下。好，先休息一下吧。